们今天看到这个古典图书馆啊，是400年的历史，很惊讶，就是里面有这么多的古书，就17世纪以来的是很惊讶。但同时呢，也知道是德国呢，在现代文明当中，就是应该所获得诺贝尔就是奖最多的就是这么一个。那么你作为一个德国人，也保持这样的古典。我们最近在哥廷根看到，就是好多房子都是100年以上的，在其他地方的话很难见到。然后我们看到，就是在外面的物质上面呢，就有看到，既有就是古老的这个传统呢，一直保持得很好，也同时呢，就是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也取到了在科学上就是这么明显的这种发展。那么这样的话，德国人就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国家就是有些是太传统保守了，就是什么都不开放；有些是太放松了，就是什么古老的传统都没有。但我从别的地方我不说，就是这个德国可能也有各种，但是从它的文化上，应该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这个新和旧呢？就一直相互相成的继续下来。那么我这次看到的是，这是外在的，就是从自然科学和就是社会科学方面的一些书啊、建筑啊，就这些来推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德国人的内心的这个传统呢，是不是也是跟古老的传统跟这个现在的新的理念呢，也是结合的，就是那么好吗？就这2个问题。我觉得德国其实这种结合做得并不好。德国战后，基本上德国的科学和文化是一个断层。现在的德国跟战前的德国在文化方面有很多地方已经非常不一样。这可以说是有好的方面，也有坏的方面，这不一定是坏的。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对于文物的保护是挺好的，这也跟战争的破坏有关系，被破坏的东西太多了。基本上德国战前留下来的战前的比较宝贵的房子，战后留下10%不到，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这种文物的保护也是一种要重建这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目的，一个动机啊。所以这一点，你到法兰克福、柏林这样的地方呢，要意识到，其实那些都市，你看那些战前的照片，完全不一样的。所有的战前的东西，市中心这几条街重建了，其他的都是新的。这也是历史的一个后果。所以德国人对于文物的保护是非常彻底的，因为其实留下来的东西不多了，跟战前比是不多了。科学的发展也是有很大的改变，因为德国在战前的科学是非常有名的。这跟德国当时的政治没有关系，跟德国的文化民族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关系，而是跟德国那个时候的历史地位和地理地位有关系。因为德国从中国之后一直到第2次大战前，基本上是整个欧洲的一个中央的一个地方，往北、往南、往西、往东都要经过德国。然后即使在文化方面，在知识分子方面，德国战前的文化包含了很多德国之外的文化因素，东欧的犹太人进来啊，有那西方的法国的、英国的也学，所以那个时候德国基本上是一个会吸收很多不同文化的影响的一个国家。因此战前的科学有名的人很多其实有国外背景的，或者是犹太人。比如说我研究那个民国那段的中国的历史学界，我所研究的2个史家，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钱寅恪，他们都是留美留德的。他们那个时候20年代在德国，在柏林洪堡大学的老师，2/3是犹太人，所以战后不是逃到美国去了，就已经死了。这个战后德国即使没有办法再继续继承这样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传统，所以德国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发展的挺不错的，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这些技术，但是在人文方面就比较差一点。所以这一点也不是说完全断了，但是有一大部分已经断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对文物啊对文化的保护其实是蛮成功的，但是背后也是有一种失败。德国战后的这个文化的发展，在政治制度方面当然是比以前好的太多了，当然，在文化方面，其实说的严谨一点，是一种衰败，是一种堕落。因为你看战前德国的音乐、德国的文学、德国的哲学，有很多蛮有意思、蛮出名的一些发展。但是光看哲学，战后德国的哲学基本上没几个人了，没有了。那么德国战前的哲学的一些其实影响很大的一些想法，对，后来都是法国继承的。法国的是呢，里欧塔、德里达、福柯这些人，那些现在很出名的那些在文化方面的研究有一些就是哲学和文化方面很著名的一些大师，他们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都是研究德国的战前德国的哲学，所以其实对现代的反省，对现代的生活方式的反省，德国战前非常发展的非常快，非常好。不管是那个胡塞尔也好啊，海德格也好，新康德主义也好，这些学派，都挺有影响。战后统统断了，统统没了。这些学派的不同的理论，战后在法国就继续发展。所以从这里来看，也可以看到这种两个战争所带来的这种文化的破坏非常大，非常大。这不代表不会有新的发展，因为德国，因为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一些文化的一些，还有语言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特色，它会慢慢的在发展一些新的东西。但是现在过了战争之后，过了70年，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对，还没有。我还看不出来，现在德国的哲学界没有半个人重复性的这种机缘，对，看不出来，没有什么新的发展。战后的有名的哲学家是加达马尔，还有那个哈伯马斯，他们都是战前的教育，战后的，基本上就没了。这一点你可以用怎么说呢？悲观的态度来说，这个是很不好的。其实就这样子。就继续努力，慢慢的，可能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就像中国大陆那样子，中国大陆从49到79那30年的破坏，其实是自救之前就开始的。54之后开始的这种文化的破坏，没办法改变的，没办法恢复原来的样子。但是看现在中国华人世界过去20年、30年的发展，有很多令人很乐观的一些新的一些发展。所以我觉得德国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经过一种几十年的破坏。这个破坏当然跟现代化也有关系。对。但是也是有现代化之外的一些历史因缘。当然跟文革之后的大陆比。或者跟刚好战后那段比，我们现在做的已经不错。但是跟德国战前的文化比，不乐观。不知道。因为现在也是德国，不管怎么样，都是以经济为主。不管做什么，大学教育也好，研究也好，文化活动也好，很多方面，不是所有的，是很多方面，最终的考虑还是经济。这也是在这种现代的生活当中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并不好。所以现在最后一个其实被现代化，强迫性被现代化的一个德国的领域就是教育。那么教育过去40-50年，也是走上效率的路子了，不要以效率，学生多，毕业的快，花的钱少。所培养出的人才怎么样？这不考虑。不是不考虑，但是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完美。对。所以我们现在刚好今年在建立一个新的一个硕士学程，叫现代汉学。那我们今年的学生不多，2个而已啊。我自己的想法是，可能明年是5个，后年就7个，大后年就8个，
可能过了5年至20个，他们觉得才2个而已，然后把它关掉好了。所以搞教育不是这样子搞的。第一，至少到了硕士这个层次，以稀为贵。对。第二，教育不是金钱投资，民间有利润。对。其实投资和利润这个提法就已经不对。对。这个要现在花时间啊，现在用功，可能过了20年有所收获。对。这一点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快餐理念就是不相同。这是人们的思维根本就不对。对。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德国特有的。对。佛教界也是如此的，他现在很多人就很快的时间当中沉迷，很快的时间当中做。实际上是真正要到就是像古人的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的话呢，它不是那么简单。对。而且我们的问题也不是那些官僚或者教育部的官僚的一些思维，我们的学生也是这么一个思维。他们进入大学呢，发现学中文很难。没办法在2-3年之内很快的时候学得很好。但是一个学士在德国的学制是一个3年的一个学位。我常常跟他们说，你们就是有点慢一点，没有关系。你就把3年拉长4年，没关系，多花1年的钱。这个你现在过学生的生活其实也不贵。对。但是你可以学得比较好一点。他们就说，那这样子我毕业就很老。我说你毕业只21岁，这算老吗？他们还是用这种快效率的这个概念来想他们的教育。